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最大的科技争议焦点就在于台积电的技术有没有可能被泄露、被窃取呢？台积电在这个礼拜最新的一个动作是正式宣布，对于退休转任到 Intel 的前资深副总经理罗维仁提告。罗维仁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礼拜真是声名大噪原先大家都不知道台积电，也许内部的人会知道，科技界人会知道，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并不会知道，但是这几天真的是声名大噪。那风传媒也报道说，其实罗维仁他是非常少用电脑的，跟设备商、材料商在开会的时候呢，根据亲近他的人说，这个所有的技术细节他都是手写记录下来，所以多年下来累积的笔记量非常惊人，甚至形成了个人化的先进制程知识库。所以呢，今年罗维仁在7月份退休之前那他要幕僚帮他整理资料的时候呢，他的幕僚竟然打包出了超过20箱的手写稿，而这些手稿呢，现在也被外界质疑会不会包括了像2奈米甚至是2奈米以下的像 A16就是1.6奈米、1.4奈米、1奈米，甚至是0.7奈米这些关键技术的讨论记录，还有会议摘要。因为最近讨论罗维仁，很多就是说，他都已经当到台积电这么高层了其实不缺钱我看到也是说，是为了一个什么使命感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背后的动机？而且呢，大家也在讨论的是，在他退休之后，就应该在退休之前曾经也被问到说，那你退休以后要去干嘛？他说要转去做学术机构结果呢，没有想到就跳槽到 Intel 那现在呢，旧东家就是台积电呢要打法律战，可是新东家 Intel 表达力挺之意。这 Intel 呢就发表声明说现在有很多的臆测你们都是在猜，可是没有迹象显示任何的指控是具有可信度的，而且强调说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是产业运作的正常现象。而国外媒体呢，这个叫做 WCCF Tech 的报道指出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在一封发给内部员工的备忘录也直接说 ，Intel 现在全力支持罗维仁加入 Intel。我要先问的是 ，Intel 跟台积电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在关系上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吴磊老师，您觉得？我想，当然 ，Intel 跟台积电本身它是既合作又竞争。对。所谓合作，就是像 Intel 像很多的，包括像先进的制程，它仍然必须要委由台积电来代工。那竞争的部分来讲的话，大家当然知道说，像 Intel 本身，包括像18A 也好，未来14A， 那基本上它都等于台积电的2奈米，只是它目前为止良率是很差的。因此来讲的话是不符合成本的。因此这个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本身跟这样一个资深的副总本身来讲的话，两者之间的法律诉讼如何？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就涉及到 Intel 本身跟台积电本身彼此在竞争跟合作上会产生哪些一些所谓的新的变数嘛？是。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一点来讲的话，因为涉及到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Intel 的最大股东是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占了 Intel 本身，因为89亿的晶片法案嘛，大概占9.9%。现在是美国政府是 Intel 第一大股东。那第二个罗维仁，当然他是目前为止查了一下，他是拥有美国护照的人嘛，所以他还持有美国国籍的嘛。对。那因此台积电他所提出的法律诉讼来讲的话，就要看这个禁止竞业条款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违法的部分嘛。但是最终来讲的话，法律在执行过程当中，以及美国方面来讲怎么来宣判来讲的话，那就取决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两个之间来讲的话，基本上跟美台之间有关于科技管制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跟美台之间有关于在经贸谈判跟232条款也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台积电跟 Intel 本身在有关于先进制程跟高阶制程跟下一代当中的双方在竞争跟合作上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关系嘛？对，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分析报道，我也想请教您就是特别提到了台积电的难处，就是说如果真的进到了法庭的攻防，你必须把所有的资料甚至包括机密资料，你可能必须要去提出来就是你真的窃取了这些机密，可是这些机密也会因此而外泄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几个问题。台积电如果不提告的话，外界的想象空间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台积电的提高至少要几个目的嘛？第一个目的来讲的话，具有所谓宣示性跟通贺性的效果，就是说，因为来讲的话，台积电它有各式各样的协力厂商，有各式各样的合作的厂商，因此透过这样一个提高本身，当然可以对有关于 Intel 在先进制程乃至于跟台积电具有竞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产生一些所谓具有若干吓阻的效果嘛。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台积电其实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当然你说罗威人一个人，当然代表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技术资深最重要的副总，但是你说以台积电这样一个庞大之间所拥有的专利，那以一个人要把所谓台积电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优势当中，能够有效的移转到 Intel 当中，我想应该也不至于嘛。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因为 Intel 会不会因为罗威人的这样一个参与，缩短了它有关于先进制程上，因为目前为止为什么 Intel 做得不好？对它研发是够的，不管是18A 还好14A， 但是什么就是良率差嘛，就是不具有所谓市场竞争性嘛。那因此这样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缩短它的所谓的制程？对，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才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是，所以它里面是涉及到有关于一个在美国极力扶持的 Intel 厂商，有美国政府在大力支持的，那一个是在全世界拥有全球布局的台积电，那两者之间的竞争跟合作到底维持什么样关系嘛？而且你拉高来看，说未来进到这个司法途径哈，这个彼此攻防的时候。那知道罗维人他的背后可能是美国政府哈，这个部分你到底打不打得赢，可能还是个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也看到了黄仁勋啊，辉达的执行长呢，他也被问到说台积电这次的这个风波，那说这个研发高层转投英特尔带枪投靠，他怎么看？黄仁勋说呢，他对于细节不知情，但是呢，他坚信台积电的韧性和稳定性啊，因为他说台积电呢，并不是只仰赖单一个人。台积电的强大基础是建立在复杂的技术、深厚的企业文化，还有多面向的科技实力之上。而且呢，在讲台积电的同时，也不忘去捧一下辉达。他说这个辉达的技术呢，本身就极其复杂啊，这些技术也是充分展现在他们的晶片设计啊，还有系统软体当中。那辉达的成功建立在所有的技术必须要整合才能够运用的基础上，技术过于复杂，难以真正理解或者是复制。辉达是花了33年的时间才建立这些技术的壁垒，让很多人难以达到这个门槛。最近大家不是听到他讲说，他还特别责怪了他们的公司高层了，因为高层说不准这个员工使用 AI， 结果呢他就说，怎么我们自己是 AI 未来相关的这个公司哈，所以黄仁勋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就算有人离开辉达，他也认为没关系哈，因为辉达的技术是非常难以复制的。所以陆老师，现在美国就是还是对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是做了很多的管制封锁哈。但是中国大陆的科技厂商绕道拿到辉达的晶片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相关的新闻，像 DeepSeek 也确实参照了辉达的 AI 晶片回到说技术真的是无法复制吗？这一点问题你怎么看？当然，有些技术是可以复制的，有些技术真的是没有办法复制。那以罗维仁，他是台积电先进技术事业的副总、营运副总、研发副总，这个技术开发组织的副总到企业发展策略副总这样的一个资历，对他的跳槽就不是一般的人才流动了。所以，尤其他在离开的前一天，还去听取了最新制程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会议，就代表他对台积电的这个技术是有相当的掌握，而且在他任内呢，他曾经对于 EUV 的微影技术、5奈米、7奈米这些他都有参与，而且他团队呢取得了1500个专利，这是相当惊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才流动，这是我们一定要先界定好。第二个，黄仁勋他现在是 Intel4%的大股东，他已经不是一个客户或者是一个竞争者。我们知道 NVIDIA 以前是跟 Intel 是竞争者。他在 CPU 竞争，现在跑了跟 GPU 跟 Intel 竞争，所以他是取代了 Intel 的这个地位，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境。第三，我们过去台积电曾经也同样有一个研发副总梁孟松，他跳槽到三星，当时台积电是倾全公司之力阻止梁孟松跳槽到三星，后来终于法院判决，就是说在2015年以前你不能去三星任职，这是法院最终的判决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台积电目前只有对台湾的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提出民事告诉，并没有提出刑事告诉，代表台积电认为说你已经违反竞业禁止了，你
答应我，跟我签了协议书，在离开台积电之后，若干年内不能去我的竞争公司上班，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台积电提出这样明示告诉，但是你也没有把我的这个商业秘密、营业秘密拿去其他公司使用，这个他没有提出告诉。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台湾高检署智慧财产分检署呢，也提出主动的调查、主动侦办，因为这要靠刑事这个的力量才能侦办，才能出来一个结果。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我们最后才能发现说，罗维仁，你跳槽过去，你有没有把台积电你这20箱的这个资料拿去到Intel 做使用？这很重要，因为即使你是当初是有权看这个资料，但是你没有权把这个资料拿去 Intel 使用，因为你要拿去使用要经过台积电同意，这是非常明确的。对，我们这个营业秘密法跟国家安全法也有很明确的规定啊。你在境内窃取使用的话是5年以下，你在境外是1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你这次是把2奈米的核心关键拿去境外使用的话，是5年以上12年以下，这个徒刑是非常重的。所以台积电一定势必得做出一个动作，让他所有的员工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对，现在这个陆陆续续有看到说，为什么罗维仁这个离开了台积电之后，他会去 Intel 哈？现在原因众说纷纭啊。但拉回来看说这技术层面的部分啊，我要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因为我看了一下罗维仁他的一个资料。其实罗文仁在台积电其实立下蛮多战功的，他还是这个台积电的夜鹰计划主责的啊。夜鹰计划就是24小时让台积电整个工厂运转不停歇哈，所以在28奈米其实是赢过对手的关键。可是在这次跳到这个 Intel， 大家就想说，哇，你带走如果是2奈米甚至是以下的这个技术，为什么这个先进制程会这么的让大家紧张哈？就是说，因为它最先进嘛，那当然就是技术含量也是最高的，它最主要那个部位是什么？哦，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学程里面，我们从去年，因为 Intel 本身是一家 IDM 嘛，然后到 Fab， 我们都在讨论说，这2家公司在那个时候他们换了那个把基辛格换掉，然后14A 厂正在盖，对，一直在这样过来这个过程，其实都发生挺多有趣的事情。刚好最近我们在学程里面也在讨论这个罗维仁这件事情哦。你说最关键、技术含量最高的这个部分，我们开个玩笑说，其实最关键的部分在工人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说？我们都说做晶圆这个东西就像在烤披萨，你的 recipe、你的材料，它其实都只是一个起点。就哪怕说罗先生跟设备商、材料商开会把技术细节做，那叫做起点。刚刚那个何荣您也提到了说夜鹰计划嘛，十多年前。那个时候，那个10万青年10万干，积极轮班救台湾。10万干，对。那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设备大家都查得到去哪买的，甚至打听可能都打听得到，但最后进来了之后，里面怎么去改装的，里面怎么去绕过一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提高产能。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刚刚几位2位老师讲良率。对。这个才是它技术含量最高的关键部分，因为今天台积电当然买来它做制程，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产线，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它把这些兜起来。但是这个设备是谁提供？它不会自己去做设备。所以其实你说技术含量很高的，其实是这些我们台湾的这些辛勤的工程师们，他们堆积起来这些所谓真正的工人的智慧。所以罗维仁离开了台积电，那没有，如果整个团队都被挖走，整个 Fab 都被挖走。那个才会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所以简单的请教你哈，就是说从良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算所有东西食谱啦什么都可以偷去了，但是呢，想要短期之内提高到良率 ，Intel 也是办不到的，这样吗？我个人觉得相对是辛苦嘛。今天就像8味姜母鸭，你去吃龙门路那条店，还是你吃和平东路那条店，那味道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你说短期内马上要追到什么？你就算去吃了好几次，用了好几次。你也不见得知道里面的 know how 是什么，没错，除非你把那整个团队都挖过来，这个才是最直接的。对，就好像以前我们听过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台积电也不是一天就称霸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